慢一点儿，慢一点儿！你不知道自己要当妈妈了吗？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呀？我发现那个吴大人他不是个好人，刚才他还在跟我们家将军说话呢。我一进屋，他们就不吭声了。我担心。不对吧？海霞，你怎么对自己的夫君都表示怀疑呢？这可不像是一个贤妻良母所为。但是我发觉我们家将军和国姓爷有儿戏。傻丫头，你们家将军跟着国姓爷这么多年了，要是有二心，还能等到今天吗？可是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回去吧。啊，好吧。哎，贤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家贼难防，不得不防。我在这儿等候你多时了。哎，郑成功已经决定了吗？哎，这事儿别提了。郑成功实在是太精明了，他决定的事儿很难改变。哎，那国姓爷有没有发现海图的出入呢？国姓爷自己就对台湾的水域相当熟悉，看来攻打台湾是势在必行了，而且还要提前举兵。那好，那我就趁这个机会带瓷器去台湾。我要把这个事亲口告诉奎一，让奎一在台湾生擒了郑成功，我们俩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去巴伐利亚发洋财了。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已经被国姓爷降成个粮草官了。啊，粮草官！哎呀，太好了，贤弟啊，恭喜你啊！哎，贤弟啊，你听我说，只要把我调到你的帐下啊，我们就可以完成洋人的使命，叫国姓爷从哪里出海就回到哪里去。郑成功，祈大慈大悲的妈祖保佑我军将士平安，旗开得胜，解救台湾同胞于水火之中。报告国姓爷，前方营准备完毕，准备出发。是。国姓爷，左方营准备完毕，准备出发。如上，而正经准备完毕。太好了，右风营准备出发。驾！报告国姓爷，女兵营准备完毕。你们这些巾帼英雄，一定要小心而战。是，驾！报告国姓爷，各营全部准备完毕。好，既然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全部出发！驾！我想先攻海坛岛，从海坛岛再攻赤坎城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以末将之见，从海坛岛攻入赤坎城不妥。何军还没有攻进我军的时候，就发现我军攻城，肯定对我军有覆没之嫌。国姓爷要三思啊！哼，徐将军，你这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家威风。以你之见，我就应该打道回府不成？夫人，你的意见呢？我认为此次攻台之事弊多利少，再加上我军现在厌战的情绪比较高涨，如果是强攻下去，会不会……夫人真是高见。现在何军的主见在这儿，我们从海坛的海滩岛冲杀过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收复台湾，这只是指日可待呀！朱将军高见，国姓爷，打吧！我张晋跟随你征战多年，
早已视死如归。只要能早日收复台湾，我愿意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张将军，太简单了，战事不是个人义气，而是战略战术。我跟随国姓爷多年了，从没打过败仗。哼，张将军，厦门一仗你可别忘了，是徐某的决策。徐少，你这是居功自傲，目中无人。你，哎，你们不要吵了。咱们这次攻打赤坎，大家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啊？国姓爷，我是为了全军的胜败，和国姓爷你呀、为我国姓爷，那我为谁呀？啊，你不用讲了。国姓爷，哼！夫人，国姓爷是听不进众言的。徐将军，我再去劝劝国姓爷。这海上的天气，就像娃娃的脸一样，说变就变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。你看，刚才还是阴天，现在就已经晴空万里了，说不定这晚上啊，还有狂风暴雨呢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出征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好像此次出征凶多吉少。我也有同感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国姓爷还要一意孤行呢？那依夫人之见，打道回府啊！好主意。回去以后怎么办？整装待发，等待时机。夫人，你屡屡阻止我攻打台湾，究竟是为何缘故？我当然是为了国姓爷的安危。夫人跟随我多年来，南征北战，战功累累，从无怨言。而今江山未定，夫人却想退避三舍，享乐安度，与郑军中厌战势力不谋而合，成为我进攻台湾之阻力。来人，在。国姓爷有何吩咐？夫人身体不适，将夫人送回。是。国姓爷，多保重。夫人。啊，吴将军，国姓爷正等着你呢，快去。是，夫人。禀告国姓爷，吴豪将军到。有请。是。不知国姓爷唤末将有何吩咐？咱们的粮食只够5天之用吗？是的，一切都是按国姓爷的吩咐办理的。其实从大陆到台湾，准备3天的粮食就足够了，其余的粮食都留给了金门、厦门的将士和百姓了。好，吴将军，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你要通知各个军营里的将士，节省用粮啊。是，末将立即遵命到各营里去。国姓爷，夫人她返回厦门处理军务。末将也知道夫人对攻台另有打算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末将刚来国姓爷帐上那一天，夫人曾对末将说过，夫人是个谋士，国姓爷身边可不能没有夫人呢。你也这么看？不仅是末将，军中将士都这么看。那么依你所见呢？不能让夫人回厦门。国姓爷，
前方战事如何？徐将军率前方水师围攻望云岗何军军港，只等进攻得手。雨都不下了，怎么还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望云岗呢？徐超在做什么？以前他所向无敌，永不可挡的。是啊，眼下全军将士都望着他，他的一举一动，可关系到全军呐。哎，国兴爷，我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我担心他擅自撤兵。哎，怎么会呢？徐超他足智多谋，一定另有其兵，他不可能对我东征存有异心。你最近和他不和？他欺人太甚，末将忍无可忍。国兴爷，你哎，不要说了。国兴爷，你太偏袒他了。哎，张晋啊，人无完人，金无赤金。不管徐超怎么样，他跟随了我多年，功劳不小啊。哎，我心里有数。哎，弟兄们，吴将军来看你们来了啊！吴将军，大家都吃饱了吗？还行吧。啊，这几天海上颠簸，大家辛苦了啊！吃吧啊！哎，吃吧，吴将军，你们要放开肚子吃啊！再美美的睡上一觉，台湾的老百姓啊，正盼着你们呢啊！多谢啊！吃吧，继续吃吧啊！哎，吃吧，多吃点。来，哎，来，多吃点。好，来吧，哎。这什么破饭呢？半生不熟的，怎么吃啊？啊，就凑着吃吧你啊！我没法吃。哎，干什么？没法，怎么回事？啊，不怎么回事？你还不吃你？饭怎么糊了？倒掉！火头军呢？在这儿呢，说清楚。你怎么做的饭？就是国兴爷有令，节约粮食。节约粮食都烧糊了，怎么吃啊？就是。哎，咱把饭给倒了。不吃饱怎么杀敌呀？就是。倒掉！倒！贤弟呀，你真行啊，把夫人给留下了。国姓爷自然不会对你产生怀疑啊。贤弟啊，再加上老天爷作美，都快要下雨了。这是吉人自有天相啊！这可是老天爷在帮我们成功呢。哥，你不是会些占卜星象吗？啊，赶明儿啊，我们再去各营走走。你就悄悄地跟士兵们说，出师逢大雨是个什么样的坏兆头。对，要说的这帮人心里没底，一个个高兴的从澎湖来，灰溜溜的回厦门去。吃点东西吧。来，哎，不吃了，你端出去吧。国姓爷，你这是何苦呢？虽然说这大风大雨把我们围在这里有3天了，你也用不着和自己过不去嘛。你看，这外面的将士们都等着风雨过后，跟着您登陆台湾呢。您时而用餐，时而不用的，这传出去了，将士们该怎么想？士兵们缩着身子在帐篷里躲雨，几日没吃一口米饭了，1日2餐红薯粥，喝得再多只消尿2回，肚子又空了，难挨啊。是啊，我也知道。哎，不过明天中午他们就可以加餐了。是吗？我已经派了人马到附近的列岛去转了一下，向当地的老百姓购了一些粮食。老百姓听说是国姓爷来了，都非常高兴，不但拿出了粮食，还有一些壮年汉要跟着国姓爷打仗呢。这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可是这澎湖列岛生得荒僻，再加上红毛鬼子的横征暴敛，老百姓自己都难以糊口，实在太为难他们了。不过仍然要叮嘱粮草官节约用粮，直到大陆的补给跟上。关于军粮的问题，你不必太操心。我已经派吴将军组织了一队对这一带熟悉的人马，去远一点的地方收集军粮。
他们今天晚上应该能回来。多谢夫人为我分忧。哎，我想到军营里去走一走，看看我的将士们。国姓爷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要了，我看兵心切，今天我和兵士们一同用餐。国姓爷到兵营同将士们同甘共苦，我军士气必然大振。夫人，这雨已经下了好几天了，大雨大风的，我们困在这荒岛上，老天爷都说台湾去不得呀。是，这次攻台凶多吉少。我听说呀，有人亲眼看到，一条乌龙啊，从海里窜出来，化作了一道青烟，就不见了。哦，我不信，这时候正是大风大浪时节，我不信，别听他们瞎说。我倒担心国姓爷的身体，听说国姓爷已经忧虑成疾，起不了床了。是吗？是吗？真的？谁说本帅忧郁成疾，已经起不了床了？小的国姓爷请安。小的刚才谈论的是国姓爷身体欠安，恭喜国姓爷身体康复。哼，真是有劳大家关心了。本帅一点病都没有，哪来的卧床不起之说？小的该死，小的只是听别的将士一同说要去妈祖庙探望国姓爷。大家多心了，本帅就在你们的面前，不要再多虑了。本来我跟夫人今天准备跟你们共同进餐，看来我还得去别的军营探望一下，让谣言不攻自破。请国姓爷放心。请国姓爷放心。好，收复台湾就靠大家了。是。国姓爷，末将返回。好，凯旋而归。哎，这近日来雨水不断，何军凭着天险负隅顽抗，我军损失惨重。这望云岛实在是难以攻克呀。我不相信，以徐超的智勇，不可能攻不下望云岗。我军前方确实不利呀。这么说，徐将军败下阵来？不，那是你擅自退军了。哎，国姓爷，末将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咱们的部队抬着长长的棺材，全身素稿，一路哭哭啼啼。末将认为此梦太不吉利，国姓爷望三思啊！我早就听过军中传言，说我军不宜舍路从水，东征河寇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10年来，我们好容易拉起这支队，我也不想看到它毁于一旦。国姓爷，我们还是回厦门吧。你说什么？回厦门？你这句话我不是没听说过。你擅自撤兵，知道什么罪吗？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为了减少损伤，末将停止进攻。好，既然国姓爷坚持攻打望云岗，末将从命就是。不，退下！哎呀，贤弟啊，你还有心看书啊？你什么时候把我引荐给国姓爷和夫人呢？恐怕你离他们太近了，不太好吧？哎，有什么不好啊？我在他们面前也能做忠君忠国的义士嘛。你不了解，夫人之精明，不是一般男儿能比的。她可是国姓爷的第3只眼啊！贤弟言重了吧？你不是说夫人对国姓爷攻台有儿心吗？你懂什么？他们是多年夫妻了。本来国姓爷是有意让我当前锋的，
那天在大堂上，是夫人让国姓爷改变了主意。是不是夫人对我有什么察觉？我们还是谨慎为好啊。对，夫人以前可曾这样对待你？我一向是小心谨慎，夫人对我很信任，而且这次国姓爷令他回厦门是我力保的，他岂有不感激我的道理？只是国姓爷他，贤弟呀，那你是太敏感了。有夫人保驾，他能有什么察觉啊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哎，或许你身边少了一个帮你说话的人。军营内部的情况你不了解，休得胡来。哎，贤弟呀，嗨，我只是想帮我们自己。俗话说，伴君如伴虎。我们要赶紧找个机会立个大功，然后去巴伐利亚落脚，在荷兰人门下谋个职务。哎，贤弟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荷兰国现在可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如果我们的荷兰公司蒙受了利益损失，荷兰人只要把我们的事交给国姓爷，那我们的人头就要落地了。在国姓爷这儿，真是太危险了。我不用你来教。哎，在军营里，你必须听我的安排。我们要为自己留条后路，就是国姓爷真的收复了台湾，我们的日子也好过。现在你就好好的带船去收购粮食吧。去吧。末将恳请国姓爷收回成命。林将军，请起。你要我收回什么成命啊？请国姓爷不要放弃攻取台湾呐！林将军何出此言呢？末将今天不顾对国姓爷的不敬，有的话，末将是不得不说。国姓爷，你是否考虑过后退？后退同样是面临着断粮缺水。如果将士们饿着肚子，拖着疲乏的身子，带